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4号，星期六啊。我们今天是周末啊，我们今天新闻茶座讲什么呢？讲政治怎么操弄经济啊，或者我们翻过来讲啊，经济怎么去反过来倒逼政治。这是一个这不是新闻这是我们茶座啊。我们讲这个题目呢，其实这个题目是有点大啊，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我只讲我有体会的部分啊，然后呢，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感受啊，日常生活也好，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好啊，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啊。那么我先做一个开场白啊，如果我们要讲政治怎么去操弄经济，我们首先要讲一讲什么呢？讲这个中国的政治架构啊。为什么？因为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政治挂帅其实政治挂帅不是中共建政以后才是这样，历朝历代都是政治挂帅啊。但是到了49年以后，中共建政以后那么政治挂帅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就是登峰造极的一个这样的级别啊。所以我们讲政治操弄经济到最后经济崩溃无以为继，其实就是政治操弄经济的一个结果啊。那最后我们讲经济能不能倒逼政治？经济是能倒逼政治的啊。为什么？就举一个例子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经济倒逼政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但是经济倒逼政治呢，这件事情并不常见，只是这件事情已经到了很极端的状况，就是当权者自己都要饿肚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倒逼才有作用，平时就用处不大啊。那我们讲讲，如果我们要讲政治怎么操弄经济，我们首先要讲讲政治啊。讲什么政治呢？讲中国的政治结构啊。你讲了政治结构，你才知道政治是怎么操弄经济的啊。我们当然政治操弄经济在中国，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知道，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知道它是怎么个操弄法的啊。这里面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先讲讲中国的政治结构或者政治架构啊。先讲讲权力架构。权力架构从哪里讲呢？七常委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啊，常委有7个人啊，这就是代表中国的权力架构啊。权力架构是什么呢？总书记啊，就代表党啊，这是党，然后是总理，代表是政府啊，然后就是人大委员长，代表人大，然后是政协主席，代表政协啊。这就是基本上如果还再加上军，就是5套班子啊。地方政府就会有个军，但是中央政府啊，7常委里面是不会有军的啊，就刻意把军往下压一下。那么再有一个是谁呢？书记处书记啊，代表什么呢？代表党的执行部门啊，然后还有一个谁呢？政法委书记啊，政法委书记是就是管公检法啊，公检法基本上就是政法委书记，或者是说中纪委书记啊。中纪委书记呢，就是管纪律检查啊，就是管党内纪律检查的这个部门的啊。所以中纪委书记啊，一方面管党的纪律，另外一方面管公检法啊，这是一个这样的架构啊。就是7常委再加一个谁呢？再加一个常务副总理。常务副总理怎么会出来？政府不是已经有一个总理了吗？这就是当年给朱镕基留的位置啊。朱镕基当年就是李鹏在做总理的时候
啊，朱镕基也进政治局常委，就是留了一个位置给朱镕基啊。那么这个传统就留下来，就是说，政府这边呢，除了总理以外，还有个常务副总理。那么现在就是韩正，韩正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理论上来说，从权力结构来说是不需要放另外一个副总理放到这上面的。但是现在既然朱镕基开了这个头啊，那么就传续下去。所以其实中共的有一些做法是不变最安全啊，在中共的这个我们叫政治伦理当中，就是开始很难啊，开始很难，但开始了之后呢，后面跟着走就很容易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的。那么其实你看哈，其实有一些情况是大家要理解，就是在这个7个常委当中，谁的权力最大？当然是总书记权力最大，但是实际上权力最大的是谁？当然是总理。总理是政府啊，政府所有的国家资源都在政府手上啊，就是政府管着国家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政府的权力都在政府这里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那么党是怎么管政府的呢？党是怎么管政府的呢？这就是跟7常委是有关系的啊。党呢，政治局呢，常委呢有7个人啊，这7个人通过的决议呢，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常委会通过的决议呢，所有的人都要执行。那也就是说，书记主持这个会议啊，通过一个决议，总理要不要听？总理当然要听，所有人都要听。这就是党是通过党的运作来管理整个国家的。我们翻过来讲这件事情怎么样啊？一个局长管局里面的所有的事情，管事的是局长，但是这局里面还有个书记啊，书记怎么个管这件事情呢？书记跟局长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那么这个局就有个党委，那么党委通过的决议呢，这个局长通常是副书记啊，副书记。那么这个局长就要服从这个党委通过的决议啊。那么这个书记就能管谁呢？就能管这个局长。书记不管事，但他管人啊，这基本上是中共运作的机制。你比如说啊，省长是省委副书记啊，书记有个常委会啊，省委常委会啊，常委会各个市，比如说广东省的常委会有省长，当然首先是书记、省长，然后是谁呢？然后是深圳市的市长，深圳市的书记，然后广州市的书记，然后是这个佛山市的书记，这几个主要的大市的书记在里面，就常委啊。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像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啊等等啊，这些组织部的部长啊等等放在这里面当常委，开常委会，常委会通过的决议，那么所有人都要执行，其中包括谁？其中包括省长。那么书记管不管事？书记基本上不管事，书记管什么呢？管人。管什么人？管这常委会这些人，他把这人管住了，所有的事情都管住了。所以党是在管什么呢？党是其实归根结底是在管人啊。党的政治是怎么样管的呢？党的政治的运作是怎么管的呢？党政治的工作基本上有2个最重要的部门。第一个部门就是组织部啊，中组部，叫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管所有的党政整个系统的人事升迁，由组织部来管。组织部听谁的？组织部当然听书记的。
这是一个部门。另外一个部门宣传部，这是党的最重要的部门宣传部。宣传部是什么意思？把党的声音、党的要求宣传出去。这就是整个的党怎么在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你最重要的反映出来的模式是什么？其实为什么中国很难实行法治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党在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它的治国的模式是什么？治国的模式其实就是治人，就是书记管住省长然后这个书记管住局长，那么他管住他了呢，就管住这个人呢，就管住了事情，所以呢就叫治人，翻过来就是人治。其实中共在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就是抓住人，要抓住人这就是我们讲中共的权力架构，或者是中国的权力架构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人管人的基础上。然后他这边有一套什么呢？有一套组织系统。组织系统其实是管什么呢？管升迁管升迁，就是这个人要不要上，这个人要不要下，这个人要不要调动，安排位置的部门。他管到什么呢？整个国家的人事布局都是由他来管，就是官员。当然我讲的是官员。那么中间还穿插什么呢？中间还穿插几个东西，几个要素，一个部属，一个亲属，一个校友，一个战友，还有一个系统你不要小看这些关系，这些关系统称裙带关系。所以说我们说中共其实控制国家的模式是人治，但是权力的传递是由什么传递的？其实是由裙带关系传递的。就是比如说习近平只用他认识的人。那他在什么地方做过官呢？他在福建做过官，他在浙江做过官，他在浙江做过官，上海短暂的待了一下，那都不算。那你是基本上是，所以他用的人基本上是福建的官员。你比如说何立峰就原来是福建省的，何立峰现在是发改委的主任他原来是福建的经贸厅的厅长，我印象中是经贸厅的厅长。那么何立峰就现在做发改委的主任那么比如说像蔡奇原来是浙江省委宣传部长蔡奇，都是他原来的部属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同学，对吧？还有亲戚还有亲戚的亲戚，还有什么呢？还有还有这个战友，如果当过兵的他会有战友。然后比如还有系统，比如说我原来是在军工系统，比如说一机部原来在一机部工作，那么一机部系统里面的一些人，我虽然没有共事过，但是我耳闻过，或者是我的同事跟他有过交集，我也可以通过这个来用它那么这个系统，比如说共青团系统比如说胡锦涛原来是共青团中央书记，那么他就会用很多共青团系统，虽然他不一定他认识但他知道这里面，或者是不一定他直接跟他共事过，但是他通过这个系统他能了解这个系统的人，他也会这么用。所以这个权力的这个传递的这个关系呢，就是通过这种裙带关系来实现。你说会不会说因为他政绩很好，然后他就撞上去了呢？一般不多。但是呢，以前的时代早年的时代有什么呢？有汇报工作通过汇报工作比如说领导来视察那么有一个安排一个人向他汇报工作，一听这个小伙子
这个话讲得很到位啊，很清楚，条理清楚，思路明白啊，然后那个有办法有措施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这个不错，这个小伙子可以，哎，回头跟组织部打个招呼，培养一下这个小伙子，那小伙子可能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胡锦涛了，有可能会这样的啊。但这些年就少，这些年呢，为什么？因为这种权力的这个利益越来越大，所以这种情况是少的了，多数都是有互相之间有利益的关系啊，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就讲权力的布局啊，权力的布局其实你可以看啊，在这么多党的系统其实从权力的角度来说，党的系统是没有直接的权利的啊，党的系统啊，但是有一个部门在党的这么多个系统里面啊，有一个部门是有权利的，有权利而且有钱的啊，就是跟钱有关系的啊，是哪个部门？党的系统里面大部分的什么中联部啊，什么中组部啊，包括中组部啊，基本上是清水衙门，只有一个部门，又有权又有钱啊，是什么部门？是宣传部，中宣部啊，中宣部是又有权又有钱啊。为什么又有权？又有权是因为他管着全中国的媒体。媒体是多大的产业啊？你想一下，报社、电台、电视台，各个网络，现在网络的各个都归他管，还有包括原来的这个电影，这多少产业都归他管，你说有多大的权利？然后我印象中是谁啊？我印象中是丁关根，应该是丁关根。要过一个政策，要过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文化产业的税收拨30%给中宣部。那你想想多少钱？文化产业应该是拨30%还是20%，我忘记了。反正中宣部一年的预算，就是这笔钱给中宣部的一年的预算数以千亿。啊，这是又有钱又有权的部门，就是中宣部啊。党的部门里面呢，权力很大，但是多数是清水部门啊，清水衙门。那么政府当然是最有钱也是最有权的部门，所以总理这个位置，那当然是怎么说呢？就是名利双收啊。那么过去30年，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啊，当然其中比较，我们看哈，从目前来看哈，朱镕基当然是一个有抱负、有魄力、有能力啊，然后名声还不错的总理啊。到了温家宝呢，实际上温家宝时代呢，温家宝其实在总理这个岗位上呢，干的呢其实也不是太，温家宝是秘书出身，他是秘书出身，他一直在机关里做事啊，所以温家宝这个总理这个岗位干的不是特别爽啊，他也不是特别得心应手啊，得心应手。那么中间又碰上了一个这个美国次贷危机啊，经济又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中间还发生过什么汶川地震啊，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其实温家宝这一任总理呢，其实干的是有点，而且前面有一个朱镕基啊，珠玉在前啊，温家宝其实是有点在朱镕基的阴影下，就其实胡锦涛跟温家宝都基本上是在前任的这个阴影下干完他们这2届任期的啊。那么到了这个李克强时代呢，李克强就比温家宝就还不如啊，比温家宝还不如。为什么？原因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总书记太厉害了啊，就用各个小组把这个总理的权力基本上可以全部架空了。所以在经济管理的这个权力当中呢，其实
主要的权力到了哪里？都没到第一副总理，就是常务副总理。常务副总理是韩正啊，韩正理论上来说，你要架空这个李克强，应该是用韩正，他恰恰这个习近平连韩正都没用，直接用刘鹤啊，刘鹤是排在韩正的后面啊，排在韩正的后面呢，那么。刘鹤呢，就基本上是，供应侧改革啊，讲供应侧改革，那其实脑子里全是计划经济的那套东西，反而你看韩正的一些思路还更符合中荣基时代的一些想法啊。那么温家宝其实是没什么想法，温家宝对经济基本上不懂啊。李克强呢，毕竟是。在这方面有一些背景，所以李克强还是懂一些，但是可惜他没权力啊，权力基本上全部去了刘鹤那边。刘鹤是习近平的同学啊，但是刘鹤其实对市场经济也就是半桶水，大概是一个这样。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政策，你看来看去都是回去往计划经济那边走的路子，原因就是这些。那么我们看这个中国的权力架构就是一个这样的架构啊，你说这个权力很大，那么理论上来说管起经济来应该很得心应手，但其实不然。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权力涉及的利益很多，然后大家都在伸手，就九龙治水。九龙治水导致很多经济政策很混乱，互相对冲。为什么会有一个金融小组啊？就金融稳定委，金融稳定委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协调功能。什么叫协调功能？就是人民银行、证监会银保监会，以前是五行三会啊。三行五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然后是还有一个什么呀？然后还有像发改委，还有财政部，所有的这些经济管理部门都在抢权，都希望把这些管这些经济领域的事情管到自己。拉到自己的权限当中，所以一件事情呢，就很多人在管，大家都要管。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结果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打架，政策打架，打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打到最后这个行业就被打掉了啊，生生的打死了，而该做的事情没人做，结果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会出现一个所谓的，正好这个瞌睡碰到枕头，习近平说，那好，那既然大家会打架，我就设立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谁来做头？好，我来做头，但是负责人是谁？刘鹤，把所有的经济管理部门全部放在里头，这就变成了一个小国务院。小国务院就是管经济政策，我就在这儿定。这跟李克强就变成了什么？李克强，然后再搞一个深改委，基本上是所有的重要部门全部都在里面。这里一个小国务院，这里一个小国务院。这个金融深改委还让李克强做一个副组长啊，这里面李克强出现都不出现。所以李克强没有权利啊，李克强变成什么？李克强就是所有的决策制定之后，他呢来修补补，出一些修补补的政策，当一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后勤部长啊。那么我们讲到这儿，我们就翻过来讲政治到底怎么去影响经济。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经济有一个5年周期的规律。什么叫5年周期的规律？政府官员5年一任，
这个官员做到这个岗位上面来啊，那么肯定是有人安排他做到这个岗位上，上面是肯定有人罩的，否则他做不到这个岗位上来。那好，他做到这岗位上来，肯定领导要支持他，那给钱、给政策、给项目、给权利啊，他就坐到这岗位上。他一坐到岗位上，怎么办？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有权，又有钱，又有项目，嘁哩喀哧往上一砸，中国那个他上任的第一年、第二年，那经济很火，哇就上去了。然后就干上5年，5年之后他不定，5年到第5年的时候他还干嘛？他不干了，除非他留下来继续干第2届。如果第2任他不干了怎么样？他还跑项目吗？他不考了。他还搞那些投资吗？不搞了。为什么？因为他都要走了，或者他还找下家，或者他要找出路退路。就是那第5年的情况是什么？第5年经济啪就是通常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周期啊，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增长周期就是5年，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5年计划。5年计划就跟着他的任期来。刚开始的前2年经济很好，又政策又资金啊，然后又有5年计划啊，按部就班去一样一样去实现。到了第5年的时候，他都在跑到自己的出路，跑到自己的退路。他退休的话，那赶紧找个地方待着。这怎么安排？哪有心思干活？没有他没心思干活，底下人有没有心思干活？底下人有心思也干不了活，因为你要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部门也好，部委也好，领导的那支笔不签字，啥都不算。所以第5年，别说下半年，第5年上半年就不行，经济就开始放缓。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政治需要决定经济政策啊。我们都说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经济政策，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但是呢，所有的经济政策呢，你必须符合经济规律啊。那么在中国呢，这种情况呢就反着的，就是说你必须符合政治需要，你的经济规律，我才听，否则我根本不听。那只要你比如说，就说今年吧，2020年是什么？2020年是政治年。什么叫政治年？就是收官年，所谓这个小康社会收官年。小康社会收官年，那懂事的官员你怎么办？你头年19年有些东西你得留着，留到什么呢？留到今年用。今年不能够出状况，出状况呢就没法交代，领导没法交代，你这活就没干好，你的位置就保不住。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因为明年就开始2021年是换届年，那你今年没把这活干好，那明年你还能干吗？你那届换就给你换掉，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经济政策要为政治需要服务，这就是政治操弄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鸡抓公管，就是当你有一个政治需要的时候，那书记开会，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来了，银行的、财政的、这个发改委的、这个各个部门都来了，然后书记一声令下，说我们今年要大干快上。好，大干快上是吧？行，银行就根据大干快上的这个要求，制定这个信贷指标啊。这个财政根据这个大干快上定什么呢？定这个财政支出啊，借多少钱啊，要使劲搞项目。发改委根据这个要求批项目，使劲批啊。然后后面的这些所有的经济管理部门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去
所以中国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用力过猛。为什么他会用力过猛？它跟他的金字塔的这个权力结构是有关系的。上面有个决策，这一决策下来以后，所有的这个权力架构的所有的这个部门，同时按照这个要求去执行这个政策，把所有的方向全部指向一个地方，会不会用力过猛？一定会用力过猛。所以中国经济出现的情况经常是什么？一声令下，经济上去了，然后经济就过热了。经济过热呢，然后怎么办？宏观调控要把它冷下来，一声令下又冷下来，啪又直接直插下来。你看不行啊，你这个太冷了，太冷的影响就业啊，啥都问题解决不了，那又一声令下又开上去了。所以中国经济就波动就非常的大。那这2年呢，就提什么呢？就是反周期啊，就是当它看它下来的时候，就往上撸一下，看能不能撸上去。但其实都是撸不上去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当中国经济体已经大到这么大的规模的时候，你反周期其实意义不太大啊，作用不大明显的了啊。这是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我们讲的这个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讲的是什么？就是政治需要。为了政治需要弄虚作假，这是谁？这是谁干的最多？统计局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维稳是什么？维稳稳预期啊，维稳最终要通过哪些来维稳呢？稳预期、稳外资、稳投资、稳就业、稳预期啊。稳预期你想一下是什么意思？其实稳预期就是弄虚作假的一个托词啊，托词。所以做这件事情做的最多就是统计局，关键时候来一个数据，比如说 PMI 最新公布的 PMI 50点几，你觉得现在中国的 PMI 还在50以上吗？有什么数据支持50以上的 PMI 呢？那就是稳预期，它目的就是稳预期，这就是政治需要，为了政治需要弄虚作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是什么？类似什么呢？类似高铁，修高铁，高铁的那个布局图，就是那个怎么修，哪些线路往哪走，或者是修地铁，都是什么？都是政治操弄啊！怎么走，哪些地方修，哪些地方不修，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权力啊！谁来定？谁都可以定，就是谁都可以定，谁有权利都能去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修高铁，高铁修完之后，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多高铁现在90%的高铁都在赔钱。为什么？它人口不够啊，它根本不具备修高铁的条件啊，就是不具备高铁商业运行的条件，它不具备商业运行的条件，但是又要修，为什么呢？这背后就是政治。什么政治？地方政治啊！地方政治讲什么？地方政治我不管你有没有商业条件，你修过来搞定我，修过来我掏钱都行。所以现在高铁修到现在，实际上铁路总公司掏的钱大概只掏20%到30%，大部分的地方政府掏钱。地方政府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连上我这里，这是一个政绩啊，多大的政绩啊，政绩上好看。还有一个，这个老百姓说的好啊，老百姓说好，花钱没关系啊，花钱看不见的，所以就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大致上我就抛砖引玉啊，讲一讲在中国政治是怎么操弄经济的啊？那么经济能不能反过来倒逼政治呢？平时不可能啊，必须经济已经坏到严重到什么级别？
严重到影响这个政治的稳定了影响政治，就比如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是经济倒逼政治，让你必须改革开放，否则的话，共产党自己也饿死了，就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我的开场白讲的有点长，因为的确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题目但是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吧？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环节进入互动环节之后呢，请大家不聊天，我们只说观点或者提问，好不好？好，那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那么提一句，我们有200多期节目这200多期节目涉及很多的议题经济的、财经的、政治的议题，也许有些议题你会感兴趣，你回去翻翻看，好吧？另外呢，就鸣谢一下鸣谢一下 LZ 谢谢，鸣谢一下 Muzi New 谢谢，先请咖啡，我继续加班，等完了再回来听课，谢谢蔡海宁谢谢蔡海宁。好，我开始，我们尽量的在说这个进入互动环节之后再来发表观点这样的话我容易早一点，如果太早的话，我恐怕因为大家又在聊天，我恐怕会漏掉，好吧？观点在其实我不怎么关心经济和政治，而关心普通打工仔的社保有没有搞好。上次王先生说美团有多么的便利，但是美团对基层歧视是没有五险一金的，而麦当劳的麦乐送是有五险一金的。美团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便利，但是以牺牲美团歧视个人的基本社保保障来获得我们生活上的便利，这样的便利只会造成社会忽略每个美团歧视背后的辛酸和不公，还有忽略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公平正义是中国所严重欠缺的。你说的很对。美团为什么不给五险一金？这个应该反映一下吧，这违法。如果他们发生了雇佣关系的话，美团不买五险一金是违法的这是可以告他的。观点王先生，大陆有一部电影《北平无战事》，讲述国民党经济衰败导致政体崩溃的历史必然和结果，与现在的国内经济有太多相似之处，建议你回看一下。我已经很久没看中国的电视剧了包括电影。我们观点尽量的简短一点，好不好？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只依靠借贷投资当成长动力，估计大衰退的时候快来了。为什么？债早晚有借不动的时候，中共长期又是人治的状态下，政府行为不确定因素很高，人心很容易不稳，党又施高压维稳，百姓赚不到钱，没饭吃，心中不满，又被压制，宣泄不出来。这个人群总量如果大到一个基数，加上70多年来共产党的劣迹般记录，这可是山洪爆发观点，王先生解析的很对。说到中共政治体制，我就会去对比苏联。我觉得中共这套体制
比苏联高明很多有效地结合了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和经济上的市场开放。我现在治理我自己的公司，就喜欢借鉴中共的这套体制。我作为老大，通过人治安排高管的工作。我跟高管之间没有特殊明确的规章制度，但我要求高管通过法治管理下属，所有管理条款需要交给我审批。大概是这样。就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这里面有一些吊诡的地方啊。吊诡的地方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中国其实是地方自治啊，地方自治。所谓地方自治是什么？地方自治就是省政府不能管市政府的啊，省政府跟市政府没有隶属关系。省政府向省人大负责，市政府向市人大负责，它并不向省政府负责。但省政府怎么管市政府的呢？就是通过中共来管。为什么？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你市政府市委书记不是在市委常委里面吗？那我就管住市委书记就好了。那么省常委会管住市委书记，那么市委书记再去管住市长，不就全管住了吗？中共的权力是这样延伸下去的。实际上省政府在法律上面，省政府跟市政府没有上下级的关系。省政府管不了市长，省长管不了市长。市长我只要拿到我的预算，拿到我的税收，我就按照我的权利去管我市内的事情就可以了。你省长管不了，我只要向人大汇报就行。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中国是两张皮啊，面上一张皮，面上就是人大代表选市长，然后这个市政府向市人大负责，但实际上是反着的。实际上是市长要向市委书记负责，然后市委书记要向省委书记负责，向省委常委会负责，那变成一个这样的关系了。所以中国的这个叫什么？中国的这个权力架构和我们的法治体系是完全不搭界的啊，是完全不搭界的。所以中共讲我们要依法治国，这是一件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啊，最可笑的事情。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中纪委书记就是中央叫中纪委书记，在地方叫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管谁？政法委书记管3个人，哪3个人？最高法院就法院院长、检察长、司法局长，就公检法、公安局长全管这几个，就是从抓人到起诉到审判，最后坐牢，这整个的链条全归政法委书记管啊。然后中纪委书记就是管着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管着他们整个的中纪委的这个系统。所以你想一下，什么叫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如果你一个书记，一个政法委书记把这个公检法整个流程全管了，那怎么司法独立？你告诉我怎么司法独立？这个政法委书记一个字，这不就全过了吗？开个会，我们是政法委书记开会，把这几个全部找来，定一件事情，不就全定了吗？所以这个依法治国怎么会依法治国呢？中国怎么会有司法独立呢？没有的吗？观点：巧立名目，搞个大项目来捞财政局的钱，这个手法已经落到村一级了，跟让子弹飞里面一模一样啊。是这样。提问：现在的组织系统中，像海瑞那样的不站队的官员是否没有希望得到提拔？已经没有这样的官员。如果不站队的官员，他根本做不到海瑞这样的位置啊，所以不存在海瑞这种不站队的官员啊。
提问：我在创业前在国企内工作，为什么在国企内总经理是最大的？书记这个岗位往往是闲职，当上书记基本上是不再升迁退休的标志，而不像王先生说的书记管人的机制。这个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状况啊。那么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啊，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那么现在不同了，现在基本上书记就很管事了啊。我怎么说呢？在企业里面呢，那总经理啊，原来总经理是老大啊，书记基本上靠边站啊，基本上这样。那么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情况书记那都是老大啊，政治形势不一样啊，各个这个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啊。如何破解一管就死，不管就乱啊？乱是相对于领导而言啊，乱是相对于领导而言，市场一竞争，他们就觉得乱。为什么？管不过来，管不过来，它就叫乱，明白吗？所以一管就死呢，这是都是相对领导而言，不跟市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不管呢，市场都挺好的，因为什么？市场挺好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的主体很多，参与者很多，那不就大家都参与这个市场，这个市场不就很丰富吗？那么政府呢，对这个市场不就没有控制力吗？对不对？因为市场主体很多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这很乱啊。乱不是坏事，市场就是要乱，市场不乱怎么叫市场呢？市场一定要乱，就是所谓的乱是领导嘴巴里的乱，其实跟那个市场混乱是另外一件事啊，不是一件事啊。所以不用破解这件事情，只要领导把手拿走，这件事情都不用破解，市场好好的啊。观点：昨天看了王先生关于中产的视频，深有感触。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部分人真的睡着了，做着梦；有一部分人刚醒又被人拉着睡了；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已经醒了，但是或躺着或坐在床上闭着眼。中产就是这一部分吧，唯独没有人起来叫醒大家。一个在墙内的粉丝支持王先生的呐喊，谢谢你，谢谢你。观点：这次回国2个印象深刻：一，大多数接触的人对形势判断和我们海外没有多大区别，并没有小粉红的激情；二，体制内人员收入持续增长，公务员、警察的年收入已经达到20-30万，教师的退休工资也有9000一个月。地方政府能捡事儿，但不捡人，感觉政权在用金钱买忠诚。大家的胃口已经养大了，除非再来一次土改文革式的运动，经济下行会威胁政权的稳定。有这么高吗？公务员、警察20-30万，这和我的认知有点距离啊。政府公务员跟警察的收入，广东都没有这么高啊，广东都没有这么高，但是广东他们福利会好一点。北京不好说，你这级别没讲级别啊，要讲级别啊。教师的退休工资9000块一个月，这比真的有点高啊。你是1线城市吧？啊，观点：本来中国经济可以形成更长的时间增长，但每一届各个层面的领导为了自己的政绩拼命的拉高经济数据，造成一系列后遗症。虽然经济数据在这20年非常漂亮，但是激进的拉高经济就会让增长周期变短，经济不可能永远走高，这是规律。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在经济下行中，那些领导会怎么处理？如果再用无形的手阻止经济下降，那么经济下降周期会变得非常长。
提问：王先生好，我一直有个疑问，都说中国经济面不好，事业压力大，但是我身边的人都没有经济下滑的感觉，还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我把真相告诉他们，还要被他们喷，这到底是为什么？要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感觉到经济下滑？我在浙江省，浙江省很敏感的，浙江省是对经济下滑非常敏感。那当然有一些领域的人对经济下滑不敏感，比如说事业单位，比如说学校啊，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啊，特别是政府的一些职权部门啊，他们对经济的状况不敏感啊，但是如果做生意的人，他们应该是非常敏感啊，所以你不需要去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敏感的人，你不用告诉他；他不敏感的人，你告诉他，他也没感觉，是吗？我认为是这样，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去说服他。就是如果他对经济很敏感的，你不用告诉他，他就知道啊。所以不用说服，说不服的，经常的问题是说不服的。观点，感谢王先生讲中产阶级的那一期节目，让我吵赢了一个中产自干五。这跟这个自干五讲故事讲不通，但我话里的漏洞却总能被抓住。之前不明白这个人是聪明还是蠢，通过王先生点播，终于明白这样的人是装傻装睡。我就跟他来誓言对赌，结果就是几天的争论，戛然而止，对吗？他既然没有敢批评政府一丁点的勇气，连毫无法律约束的无形誓言他也怕，这些人就是欺软怕硬的软骨头，好吧？提问：如果党内压力巨大，或者国内民怨沸腾，会不会发动局部战争来转移民众注意力？已经有很多人问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大概都是受到一个这个目前中共，我不认为中共在可见的未来会发动任何一场战争，包括统一台湾、武统台湾的战争，我不相信啊。中共失去政权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战争啊，所以我认为中共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啊，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刚才讲过，中共的权力运作是一个这样的权力运作。老实讲，海外的一些学者也好，一些自媒体也好，天天讲中共要垮台，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的看看中共的这个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是怎么样运作的啊？这种运作机制，基本上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形态是这样子运行的啊。那你说说看，中共是怎么垮台的？怎么个垮法？从哪儿垮起？对吗？翻过来讲啊，就是很多提这个问题的，我至少有7、8次了吧，有压力很大，我们通过战争来转移视线，大概是中国的教科书上面喜欢写帝国主义要转移国内矛盾，去发动一场外部战争来解决国内矛盾。大概是这个教育太深刻了啊，经常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中共不会发动任何一场战争，中共失去政权的唯一的原因，我认为目前来看就是他发动战争。如果他不发动战争，我不认为他目前他有崩溃的可能性啊。观点：埋头去干自己的事情，直到有一天突然干不动了，这才抬头探索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其他人也一样，他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困境，所以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那个相对宽松、相对顺利的过去，还没有抬起头来观望和思考。而一旦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下去，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会逐渐觉醒。这也许就是王先生说的，大部分人在装睡，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睡着了。经济危机等于被子被掀了，怎么睡？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有些人能够装睡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啊，日子过不都终于有一天发现他工资少了一半，或者别说少一半吧，少了10%、20%，那就可能就要翻脸啊，大概是这样啊。观点：改革开放初期，民众冒死抗命，倒逼改革，如今只肯想办法，就一定能移民。那么今天谁还会冒死抗命，倒逼改革呢？这也有道理啊。观点：政治能操控经济。老家舟山是50万人的海岛城市，10年前修了几座跨海大桥，和宁波对接，现在又在大兴土木再修几座跨海大桥，打算3年后通高铁。感受：我是从400人一路走到4万人的粉丝啊，谢谢你啊，感谢王先生，让我们听到了有深度、有广度的时事经济新闻。现在墙内说真话的人确实不多，有太多的感谢说不完。目前没法请王先生喝咖啡，能做到的就是每天看视频点赞，并看完各个广告表示支持。哎呀，你真好，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也就是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好的网友，我也有很大的动力啊。好，提问：中国社保基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听说国企要划10%的股权给社保基金，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应该执行完了吧？去年就应该执行完毕了，但是我觉得10%肯定不够啊，10%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北方的城市啊，北方的一些省份，这个社保入不敷出的情况比较严重啊，比较严重，所以特别你像上海就情况也是有问题啊，上海老龄化的情况也很严重，更严重。北方的一些情况是什么？北方的一些情况是很多年轻人离开啊，很多年轻人离开，剩下老人就领退休金的人，那这一进一出啊，就造成这个入不敷出。上海是老龄化的情况很严重，所以他也会，当然上海自己的财政状况不错，所以他自己能搞定，但是很多省啊，大概有一半的省都需要中央政府去拨款给他去填这个洞。那么现在就是划10%啊，社保基金跟地方的社保其实不是一回事哈，都是全部都划10%，地方国企也划10%，我估计不用2年还得再划10%啊，估计是这样。持续个10年8年，社保应该会成为国企的大股东，应该是这样。近期网上传，政治局生活会上因经济下行，政治局委员向总书记检讨，你认为可能吗？我不知道啊，这个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是猜测，因为无法证实啊。但是如果从常理上来说，应该是总书记向政治局做检讨。为什么？因为他要总负责啊，我们叫集体负责制啊，里面有分工的嘛，是不是？那么总书记负责什么？总书记负责全面的工作。那么你现在出现全局性的问题，那总书记肯定要负责任的。所以应该是什么？不是政治局常委向总书记检讨，应该是总书记向政治局检讨。
应该是这样。否则的话，你开一个这样的会做什么？对吧？你都已经是老大了，还让大家去做检讨，有意思吗？肯定没意思嘛，是不是？而且这件事情要传出来的话，党内同志怎么看呢？老同志怎么看呢？对不对？那你不变千夫所指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是习近平这么办呢，他在这位置上坐不久。如果习近平真的有谋士帮他出主意呢，就应该是我说的这个版本，就是总书记向政治局检讨应该是这样。提问：王先生，杭州这个城市房价有关注吗？看跌还是看涨？杭州应该看涨吧，杭州这个城市很好啊，各个方面都不错，而且浙江基本上所有的浙江人都想去杭州买房子，它房价怎么会跌呢？我没有具体看哈，我是常识上的分析仅供参考。观点：王先生你说的对，归根结底就是这个垄断政权的体制问题。政府部门里每个人甚至根本不管什么共产主义，每天想的都是自己，不可能真的为民办实事。现在开倒车如此严重，连党内监督都被坚决禁止了，而且明确党的相关活动或学习就必须排在为民办事之前，更不办实事了。在哪怕2-3年前还都是不可想象的是的，提问超时了。提问最后一个问题，提问：如果近期美国攻打伊朗，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我认为美国近期不会攻打伊朗他把伊朗的那个将领就是刺杀那个伊朗将领，就是为了不打伊朗，而是要去警告他，就是不想打。为什么？从一个基本的策略来说，他不应该打这个仗有常识的话都不会打这个仗。我不相信川普身边连一个这么简单的策略都搞不懂的谋士都没有吗？他还当什么美国总统？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谢谢。